上帝说：“去，把你的儿子，你独生的，你心头最最疼爱的以撒献给我。”起手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这可能吗？而且这骇人听闻的命令竟然是上帝下的。这不是恐怖故事，而是圣经故事里最撕裂人心的一幕，也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迎来的人生中最极端的考验。然而，这位历经考验的老人内心即使翻江倒海，但他对耶和华上帝那份超越理解的信靠，使他做出了一个外人无法想象的决定，毫不犹豫地照办。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透，亚伯拉罕就行动了。他默默地劈好了献祭用的木柴，备好了驴，带着2个年轻的仆人和他最心爱的儿子，踏上了那条通往摩利亚山的沉重而未知的路。他们走了整整3天，这3天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亚伯拉罕滴血的心头。想象一下，他看着身边那个活泼天真的以撒，心里在想什么？沉默可能是这3天里父子之间最多的交流。第3天，亚伯拉罕远远望见了上帝指示他的那座山，他停下脚步，对2个仆人说：“你们和驴留在这里等候，我和童子到那边去敬拜，我们随后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将沉重的献祭木柴放在了儿子以撒稚嫩的背上，自己则紧紧握着火种和一把将要用来夺走儿子性命的尖刀。路上，一无所知的以撒天真烂漫地问父亲：“爸爸，看呐，火与柴都有了，但献燔祭用的羊羔在哪里呢？”这孩子清澈的提问如一把利刃，狠狠直插亚伯拉罕的心窝。但他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努力保持镇定，依然坚定地回答：“儿子，上帝自己会准备做燔祭的羊羔的。”终于抵达了上帝指定的地点，亚伯拉罕开始筑坛，把柴一根根整齐地堆在坛上，每一个动作都仿佛在做着最艰难的心理准备。然后他转过身，伸出手抓住了以撒，用绳索将他紧紧地捆绑起来，放在了祭坛的柴堆之上。那一刻，空气凝固，他的手在颤抖，他的心在滴血，但他咬紧牙关，还是举起了手中的刀，就要刺下去。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急切地呼叫他，声音响彻山顶：“千万不要伤害这个孩子！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拒绝把你唯一的儿子献给我。”亚伯拉罕如闻天籁，巨大的精神重压瞬间释放，浑身脱力。他赶紧上前为以撒松绑，将他紧紧地抱在怀里。与此同时，他环顾四周，突然惊喜地发现，就在不远处的树丛中有一头公羊，他的2只脚刚好被树丛缠住，动弹不得。亚伯拉罕立刻悟了，这就是上帝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他走过去取了那只公羊，3下5除2献做了燔祭。在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考验后，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句话也因此流传后世，成为无数人在困难中信心的宣告。岁月又悄然流逝了若干年，亚伯拉罕挚爱的妻子撒拉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于127岁安然离世。亚伯拉罕悲痛欲绝，料理完丧事后，他需要为撒拉寻找一块永久的安息之地。作为这片应许之地的外乡人，他以极大的尊荣和诚恳向当地的赫人请求，希望购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来埋葬妻子。当地的赫人非常敬重亚伯拉罕，特别是以弗伦，慷慨地表示愿意将自己的田地和麦比拉洞白送。但亚伯拉罕坚持要按足价购买，不愿白占别人的便宜。这不仅仅是诚实，更是一种尊严。他要凭着上帝赐予他的资源，在这片应许之地堂堂正正地拥有属于自己家族的第一块土地。经过一番商议，最终亚伯拉罕以当时公道的市场价400舍克勒，从以弗伦手中买下了那块田和田间的麦比拉洞。这是亚伯拉罕在凭信心踏入的应许之地第一块真正合法拥有的土地。他将他挚爱的妻子撒拉安葬在了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麦比拉洞内，而这个麦比拉洞后来也成为了亚伯拉罕自己以及他们家族几代重要的先祖以撒、利百加、雅各、利亚的安眠之所。它不仅仅是一个墓穴，更是亚伯拉罕家族在这片应许之地生根、拥有、
传承的第一个永久标记。这个故事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山，我们刚才看到的只是浮在水面上的情节，而隐藏在水面下的是关于人性、神性、信心、苦难和命运的深层思考。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这张故事的读书笔记，带着好奇，带着疑问，也带着一份探究真相的心，一起聊聊那些不正统但更贴近我这个素人的真实感受。首先，让我们直面故事最核心、最令人不安的那个点：上帝的命令本身。为什么一个我们理解中慈爱、公义的上帝会下达一个如此反人类、反道德的指令？这也正是为什么一些非主流或批判性解读会直接提出的质疑。这根本不是什么信心的考验，而是上帝在展示他绝对的，甚至是任性或残忍的权利。从这个角度看，他挑战的是上帝做什么都是对的这个前提。他认为我们不能因为是上帝说的就放弃自己的基本道德判断。然而，面对这个在我看来如此悖谬的命令，亚伯拉罕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选择。他没有质疑，没有反抗，毫不犹豫地照办。这就引出了下一个拷问：亚伯拉罕那个决定杀死儿子的父亲，他是伟大的信心之父，还是可怕的盲从者？一些批判性解读会认为，亚伯拉罕的行为恰恰是宗教狂热和盲目服从的例证。他放弃了自己的独立判断，对一个有违人伦的命令照单全收。但主流的信仰解读强调的是亚伯拉罕顺从背后的极致信靠。他相信上帝的能力。按照希伯来书的观点，他甚至相信上帝在夺走以撒的生命后还能使他复活。他的顺从不是因为不假思索，而是因为想不通，但依然选择相信上帝能成就他自己的应许。这种信心超越了理性和情感的边界。而在这场考验中，还有一个关键的人物，以撒，那个背着柴问羊羔在哪里的少年。他才是最直接的承受者。以撒，这个被捆绑在祭台上的少年，他经历了什么？他的心里在想什么？以撒当时可能10几岁，已经是有一定体力的年轻人了。他跟着父亲走了3天，毫无怨言，直到发现物资中没有祭物，才天真地问出了那个直插人心的提问：献燔祭用的羊羔在哪里呢？这是这个故事里最催泪也最具象征意义的对话。他以孩子的纯真衬托出亚伯拉罕即将面对的残酷现实。然而，当亚伯拉罕开始筑坛捆绑他的时候，圣经没有记载以撒的任何反应，没有哭喊，没有挣扎，没有进一步的对话。文本在这里的沉默给了我们巨大的解读空间，也留下了疑问：他为什么沉默？是完全信任？是惊恐？是顺从？这场几乎夺走他生命的经历对他漫长的人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他内心是否会对上帝产生恐惧？会对父亲产生一丝隔阂？经历极端的考验和创伤后，人与人的关系如何才能重建？这是故事留给我们的一个沉重问题。在后来的犹太拉比文学、基督教神学讨论以及各种艺术创作中，对以撒的反应有各种想象和描绘，有的强调他的全然顺服和甘愿牺牲，有的则描绘了他的恐惧和不解。但这些都是基于文本的引申。故事在亚伯拉罕举刀的那一刻达到了顶点，但就在这电光火石的瞬间，上帝的使者来了，刀被阻止了。为什么是最后一刻？为什么偏偏要等到刀都已经举起来了才阻止？这种最后一刻的 timing 是这个故事中极具张力的一个点，它将考验推向极致，也让接下来的预备显得更加神迹和刻骨铭心。亚伯拉罕环顾四周，发现就在不远处有一只脚被缠住的公羊，这就是上帝自己预备的祭物。这只公羊不仅仅是巧合出现的替代品，它更是上帝信实、怜悯和在绝境中完美预备的象征。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是经历生死后亚伯拉罕父子悟出的真理。上帝的 timing 有时就是这样，让你经历山穷水尽疑无路，然后才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最不可能的时候，他依然能预备。摩利亚山上的考验结束后不久，萨拉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从刀山火海般的考验到安葬爱妻的平静悲伤，这似乎在提醒我们，
经历信仰的高峰后，生活依然要继续，依然会有失去，会有世俗的牵绊。当亚伯拉罕需要一块墓地时，他没有向上帝求，也没有理所当然地认为可以在应许之地随意占有，而是非常正式地花钱向赫人购买。赫人尊敬他，称他为神的王子，甚至愿意白送，但他坚持按足价购买。这块买下的麦比拉洞是亚伯拉罕在上帝应许要赐给他的地上第一块他合法拥有的土。为什么？也许这块花钱买下的坟地是信心在现实世界中的落地，提醒我们，即使拥有神圣的应许，也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按规矩，带着尊严和智慧去生活。这第一块土用死亡来标记，竟然成为了亚伯拉罕家族在应许之地生根、拥有、传承的第一个永久标记，充满悖论，也充满深意。这一集的故事抛给了我们太多难题，篇幅有限，无法大量展开。希望今天我们像聊家常一样的读书笔记，能带给你一些不同以往的思考。如果你觉得偶尔慢下来读读经典，思考人生挺有意思，欢迎点赞、订阅，并且分享给可能感兴趣的朋友。下一集我们的以撒要娶老婆了，那就不见不散了，朋友们，拜拜。